就熬出一锅非常非常香的油。这样就做好了，我就只好自己跑到香料店去，不是中药店。我就说我要买香料，他说这些都是香料。我一看我就傻了，那么多我都不认识，我除了八角认识，花椒认识，其他都不知道。大家好，我们今天终于要来做十三香粉了。这一阵子常常都有人来问我十三香粉是什么。那这个十三香粉呢，是我自己调的配方，也是我无意中抓出来的。为什么要自己调呢？起源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呢，很想吃一家干面，可是我去吃的时候，他说卖完了。我说你还有面啊？他说没有油了。后来要再去吃的时候呢，他竟然关门去修行了，害我从怀孕前一直等他开门，一直等到我小孩生下来还是吃不到，我就知道没望了。在想他的面那么好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油。那我想既然油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又不是香油又不是茶油，它可能就是香料油吧。我就只好自己跑到香料店去，不是中药店。我就说我要买香料，他说这些都是香料。我一看我就傻了，那么多我都不认识，我除了八角认识，花椒认识，其他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说每样抓一点。然后我回家呢，我就把这些香料用手去抓，然后就扔到锅里配姜，就熬出一锅非常非常香的油。我自己也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怎么会有这么香的油？然后炒了一锅素肉燥，每一个人吃了都说厉害，可是我第二次再做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所以我就由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调整，因为每一个香料的味道不一样，哪一个只要多了，它的味道就会跳出来。那我这样子用了很多年后，现在就越来越觉得很麻烦，我就跟那个中药行请他们帮我就是说磨成粉，那就方便很多。那这些如果你要自己磨粉的话可以，但是你要记得这些要全部混合以后，你要用那个烤箱用低温烤它1天，烘完了以后再来打成细粉。加了香料粉的话，你一定要另外再加这个姜。如果熬油的话，我这个姜是直接放进去的。这个香料油呢，它的用途很广，可以用来做红烧啦，做一些料理，只要是口味重的料理都需要用香料油。但是因为它口味重，它不适合每样东西都放。那我最好吃的呢，就是我的素肉燥，再来就是卤的豆干，因为它就有一股特别的像卤肉一样的那种香味，好吃的那个味道。这些就是依照我的分量抓好的香料：八角、花椒、山奈、小茴香、甘草。草果还没有打开来，所以它热了以后软了以后，你再把它敲开来，味道才会出来。这丁香、肉桂、陈皮、白豆蔻、月桂叶跟桂枝，有些味道特别重你绝对不能多放。排名第一叫做丁香，再来就是草果、白豆蔻、肉桂也是，你也放太多，那个肉桂味太重也不好吃，但是有一点肉桂是非常香的。那你其他你说山奈稍稍多一点，小茴多一点，八角多一点，基本上没有大问题。再来就是花椒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花椒它的有分麻椒啦，或是普通的花椒。如果用到麻椒的话，那个量要减很多很多，花椒的品质差异太大，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也是调了很多遍以后，才把这个香料的分量给固定下来。那你调整出来的综合的味道，应该是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哪一个知道说这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味道，它是应该融合成一体，这样的香味才会饱和，才闻起来非常的舒服，让香料不会焦的。很重要的就是姜，要不然你只有放香料的话，在热油里面很快就焦了，香料一焦了它就不能吃了，它就发苦。所以这边有12种香料，当然你还可以自己多加一点其他的香料，但是量也是不要多。然后再来就是加这个姜13种。姜要切成0.2公分的厚片，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为什么？太薄它很快就干了嘛，干了以后这个香料就会焦嘛。那你如果切得太厚，香料一样熬太久也是不好的。
所以我的经验是切0.2公分的厚片下去。当那个姜干了卷起来的时候，你就全部捞起来，这样的话就没有焦味。熬香料油哦，就是要有耐心，用小火慢慢的熬，慢慢的熬，最好是在旁边找个事做盯着它，然后不要急，用最小最小的火去熬这个香料油，要熬到30分钟，这个味道才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干的锅呢，我们先放油跟姜片，冷锅放就可以了。我们先把油倒进来，这是500cc， 然后再放姜片，姜片是120克，全部的香料都倒进来。如果你把香料用水洗过的话，你要先干锅，把这些香料给炒干以后，才能放在油里面哦。然后我们现在用中大火慢慢的煮，你可以看到这个姜片都是一大片的，是湿的，油跟材料是平的，然后就是说油都有盖住这些香料，也不用翻动，就是放着。你看很快啊，它就开始已经滚了，这样的感觉。我已经闻到香料味道出来了，然后你稍微拌一下，这个时候呢，我就转成最小的小火。如果转小火的话，你看它的滚只有这样子小小的滚不是大滚哦。然后这个炒果你要稍微注意，差不多过了10分钟以后呢，它变软以后，你用剪刀或是铁锤敲一下，它就开了。20分钟以后，你看这个姜已经微微的卷了，可是它还没有干，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这样熬，微卷。现在是微卷，你看哦，现在比刚刚更干哦，它又干了一点，所以我们这时候要非常的注意，就要在旁边慢慢的看着这个姜片了。我们这个姜就越来越干，火可以再小的话，就更小一点。后面它这个姜干的越来越快，这样还没有干，已经快干了，差不多有80%了。所以你就在旁边真的是慢慢的拌着，慢慢看，因为它速度太快，也说不准到底几分钟我们真的要用眼睛看它收起来，就是要用眼睛判断。这里面的姜都已经卷曲了，而且都缩小了，然后我们就要准备要起锅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转成大火，1、2、10，好，熄火，把它倒出来。最后的大火是把那个香味给逼出来，但是不能超过10秒。然后我们这个渣用途非常的广，这就是我们做好的香料油，我们把它装罐，然后放在冰箱。用的时候，比如说红烧豆腐、麻婆豆腐，或是要卤味的时候，或者红烧汤的时候，我们就加一点这个香料油，我们这样就做好了。然后现在呢，我们今天就来拌一个面来吃。今天面就是要加香料油的哦，所以我先加1瓢香料油。然后如果前面你有那个我教你做的炒的酸菜的话，再加进来会很棒哦。你看我放了香料油、酱油，少许的醋，因为我不是喜欢吃酸，所以我只加一点点辣，再加一点点红葱头。如果你不吃的话就不要加，如果有葱花的话加点葱花，加点或是香菜都会很好吃。然后这个面拌一拌，我要慢慢吃，免得像小时候一样，爸爸每次都骂我吃没吃下，所以我这次要很慢很小心的吃。这个真的是香，然后又有辣，然后又有红葱头的香，整个面呢就非常好吃。香料油的用途很多，但是拌面就是最快又最方便的又最好吃的一个方法。这个渣呢，我是用来煮酱油汁以后呢，可以卤豆干，然后我再用这个卤汤呢，再把菜放进去变成红烧汤，所以它的用到淋漓尽致。煮成卤汁呢，我们把香料扔掉以后呢，你可以马上就开始做卤味，也可以先把它放冷以后就放在冰箱里面，等有空的时候再拿出来。卤味就看个人咯，你可以卤豆干啊，卤素鸡啊，卤那个杏鲍菇、海带，还有莲藕。我们先放酱油，然后再放水，记得煮滚差不多不到30分钟，25到30分钟渣就要捞出来了，绝对不能泡在汁里面哦。这我们已经煮了30分钟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渣捞出来。今天没有要
用来卤东西。捞好了，我们这个煮卤汤，我们这卤汤就要放凉以后收起来放冰箱哦，要不然天太热，很快就会坏。今天我们就示范到这里，谢谢大家，请订阅、按赞哦。